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下人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谎言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过谎啊，也都听过别人对我们说过谎啊。你别告诉我你从来没有说过谎啊！我敢赌，在过去的1周中你就说过谎啊。比如说你和朋友聚会迟到了你解释说路上堵车了，但其实你是坐地铁过来的，你根本就是出发晚了嘛。再比如说呢，公司领导问你下个月的业绩你能达标吗？你其实心里面完全没谱，但是你回答说我对下个月的业绩充满了信心再比如呢，朋友把新做的哲学视频《谎言的本质是什么》发给了你问你这一期选题怎么样你看了以后心里面觉得非常无语，觉得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嘛。但是呢，你为了朋友情面回答说这期选题还蛮有意思的耶。再比如说呢，爸妈打电话问你最近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你回答说我在北京过得挺好的。但是你扪心自问，你每天起早贪黑996，昨天还因为上班迟到被扣工资了，你这过得能是挺好的吗？你这不是说谎是什么？总之我们说回来我们每个人都说过谎，也都听过别人对我们说谎。说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普遍，但是本期要探讨的问题来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对于什么是谎言这个问题都给不出来一个清楚的定义。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是特别复杂的，对于什么是谎言这个问题可真是愁坏了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那你也许会说，哎呀，你们这帮哲学家就喜欢没事找事儿，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故意用了很多术语给搞复杂了。这个谎言的定义不是很简单吗？说谎就是故意说假话嘛。比如说班上的同学问你你电脑1盘里面那个名叫学习资料的文件夹里面存的是什么学习资料你回答说这里面存的是考托福的资料。但是你那里面存的是考托福的资料吗？你实际上存的是考雅思的资料。好，谎言的定义就是这个故意说假话。但是呢，这个定义只是对谎言的一种朴素的定义。这种朴素的定义只能解释那种最狭义的说谎就是一句假话你自己都不信，但是说出来忽悠别人来相信。但是呢，这种故意说假话就是说谎的全部了吗？那显然不是这种朴素的定义会碰上如下 bug， 就是它解释不了以下2大难题。第一呢，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人们故意说了假话却不算是说谎。第二，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们说了真话却是说谎我们先看第一个 bug 就是说假话但不是说谎。比如说呢，你听了一个笑话，然后跟你的朋友说我笑死了，这就是在故意说假话嘛。因为我笑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看了一个笑话而生命体征消失了，但是你并没有死你说假话了呀，那你这是说谎了吗？你再比如，你跟朋友说我买了张演唱会票，这个月我要吃土了，你这也是在说假话因为你并不是一个喜欢食用地球土壤的异食癖，那你这是说假话了吗？好，这是说谎的朴素定义解释不了的第一个 bug， 说假话了但并未说谎。那第二个 bug 是说了真话但却是说谎了。比如说你去相亲的时候，相亲对象问你什么是哲学相亲对象问你每个月工资多少你回答说我月薪不到10万。那不到10万具体是多少呢？其实你每个月只拿3000块钱的工资，对吧？你没说假话3000也是不到10万你这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们都会觉得你这就是说谎了嘛。再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经典案例那就是莱文斯基事件也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当时的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的绯闻克林顿当时对着新闻媒体公开回应说 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 Miss Lewinsky.I never told anybody to lie, not a single time, never. 但是呢，后来证据显示了他俩确实发生性关系了，这成了一个巨大的丑闻，让当时美国人感到愤怒的其实并不是克林顿的私生活不检点而是堂堂一个总统居然当众说谎。后来克林顿呢也承认自己确实和莱文斯基有染但是他否认自己之前说谎了，因为他辩称他所说的性关系呢只是经典意义上的性关系，而他和莱文斯基之间进行的是一种非经典意义上的动作关系但是呢，后来证据又实锤了，他们有各种意义上的性关系。但是克林顿依然不承认他之前说谎了。他说我之前说的 there is absolutely no sex of any kind， 我说的是 is， 它不是 was 或者 have been。而我和莱文斯基此时此刻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性关系，是真命题所以我就并没有说谎呀。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克林顿显然是说谎了嘛。但是呢，他如果硬要从逻辑上说我并没有说假命题你好像也拿他没什么办法。所以我们说回来对谎言的朴素定义也就是说谎就是故意说假话，这个朴素定义解决不了说假话但并未说谎以及说真话也可以说谎这2个 bug。
因此呢，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升级这种朴素版本的谎言定义，要给它加补丁、加 buff， 来修复这些 bug， 从而实现更精巧的谎言的定义，从而能够实测出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复杂的隐晦的谎言。我们本期节目接下来要介绍的3个派别的对谎言的定义，就是这种升级版的测谎理论。它们分别是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威尔逊和斯皮尔伯提出的关联性理论，以及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这3种对谎言的定义中的哪一种能够测出我们生活中最多的谎言。需要说明的是本期节目我们不讨论说谎的动机无论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意的谎言我们都会认为是谎言我们今天也不讨论应不应当说谎这个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只讨论怎么定义说谎这个语言学或者语言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制造出哲学测谎仪这个哲学测谎仪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里面说的测谎理论。下一回呢无论是你的渣男男友还是你的领导跟你表达了一些听起来有点不对劲，但就是说不出来哪不对劲的话术，对吧？就比如说面试的时候，你问领导到底要不要加班领导回答说大家都是自愿加班的，绝对没有人强迫。你问你的男朋友到底有没有出轨男朋友回答说 We were on a break。总之就是这些说不出哪儿不对劲的话术你就可以拿出今天分享给你的哲学测谎仪，把他那套话术放进这个哲学测谎仪里面测一测，你就能判定对方是不是向你撒谎啦。好，做完说明，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格莱斯提出的测谎理论。有请语言哲学家保罗·格莱斯出场。在英国语言哲学家保罗·格莱斯看来开题时候我们提到的那些用真话说谎本质上就是故意歪曲了我们使用语言的一些习惯和规矩。这些习惯和规矩是如此的普遍、常见、自然，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当成是不言自明的比如说呢，我们一般会很自然的认为有些意味着不是所有，吃了2个就意味着没有吃更多，对吧？我们会很自然的认为当一个学生说我的暑假作业有些还没写完的时候，他至少不是一个字没写嘛。当一个减肥的人说我今天下午吃了2个泡芙的时候，他就没有吃第3个嘛，对吧？大家会默认这些说话的规矩是不言自明的。大家日常交流的时候不会像个逻辑学家那样费劲的把我今天下午吃了2个泡芙说成是存在个体 x 和 y，x 是泡芙且 y 是泡芙，且下午 x 被我吃了且下午 y 被我吃了，且 x 不等同于 y。至于不存在个体 z 是泡芙且 z 下午被我吃了，且 z 不等同于 x 且 z 不等同于 y， 并没有被蕴含。我们正常人是不会这么说话的，这样说话太费劲了。人与人之间这样说话的话，根本就没法交流了。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能做到不像逻辑学家那样严谨，但依然还是能够有效的交流呢？格莱斯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合作原则这个合作原则应该是所有和语言学相关专业的朋友都应该听说过的。这个合作原则就是说呢，参与对话的对话者试图让自己的语句有效贡献于当前交流的目的这个定义属于是哲学家不说人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简单用英文说就是 say what you need to say when you need to say it and how it should be said。 用中文人话说就是好好说话这个合作原则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参与与别人的对话，他就得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得和对方保持一种默契，就是他得考虑到对方，让对方能够听得懂、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格莱斯认为任何有效的对话都是遵循了合作原则。注意格莱斯提出的这个合作原则它不是一个规范性的原则而是一个描述性的原则。也就是说呢，合作原则并不是说我们在对话中应当遵循合作原则而是说实际上我们在对话中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合作原则，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没法有效进行的。这跟对话双方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没有关系即便是在激烈的争论或者争吵的情况下，对话双方也是在遵循合作原则的。比如说呢，他们在讨论同一个主题，而不是各说各话。就是哪怕争吵的双方已经进入到了互相人身攻击、互相问候对方家人的对话阶段了，双方依然还是在遵循合作原则的。就比如说你很生气，想要骂对方一句脏话，你依然得贴心的为对方考虑就是对方这位小可爱到底能不能听得懂这句话呀？我要确保这位小可爱能听得懂，这是一句侮辱性极强的脏话，才能让他气得发抖浑身发冷对吧？否则你如果不遵循合作原则，不为对方考虑，你说出一句比如说葡萄牙语的骂人的话，对方完全听不懂，那你就完全没有说出任何伤害
那什么样的对话是完全不遵循合作原则的呢？就比如说对方正跟你辩论着呢，你突然掏出手机打起一局王者了或者就是进行了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回应比如说对方上一句说你好，你回了一句没毒驴子完全不知所云，这就是没有遵循合作原则，这样的对话是进行不下去的。好，了解了合作原则，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合作原则来测谎了。你想之前我们开题部分举的那么多复杂版本的谎言甭管多么纷繁无杂有的是故意说假话，有的是通过说真话来说谎有的谎言是模棱两可的话，但归根结底就是没有遵循合作原则，不好好说话比如说你说你月薪不到10万我们遵循合作原则的话，会默认这个不到10万的意思就是8、9万这一数值期间嘛，结果你把3000块钱也说成是不到10万，你这不就是不好好说话了吗？那听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个合作原则也太空泛了说谎就是没有采取合作态度，好好说话，那这是一句废话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关键问题在于这个原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怎么具体通过这个合作原则来测谎呢？格莱斯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可证伪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格莱斯的测谎理论首先呢，格莱斯把合作原则拆解成了4条具体的准则。第一，数量准则。意思就是从数量上说的够多，但不要说太多比如说实际上你每个月挣3000，你说月薪不到10万，这虽然在逻辑上是真话，但这就违反了数量准则了嘛，就是说的太多了嘛。第二，质量准则，就是只说你有理由相信为真的内容。违反这个质量准则呢就是最狭义最朴素意义上的说谎嘛就是你自己都不信的事儿说出来忽悠别人当然这个质量准则也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是我自己接受到了错误信息，但是我自己信以为真然后告诉别人这不算说谎好，那么第3条准则是相关准则，就只说相关的内容，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就比如说呢你有2个项目在做，领导跟你谈项目 A 呢问你策划案有没有写完你说写完了，但其实你说的是项目 B 写完了。再比如呢，公司规定领导需要让作为下属的你给他提批评意见于是你提的领导各个方面都很棒就是做这个葱烧海参的时候这个盐放的稍微多了一点点口味稍微有点重，那你这就是没有遵循相关准则嘛，你们公司业务也不是干后厨的。好，最后一个方式准则是指呢，表达简明清楚且不含糊，也就是说呢，表达不要有歧义这个违反方式准则的例子就比如张扬这事儿你是不是也知道？可我这知道不知道的，我知不道。好，提出了这4条可操作的准则以后，格莱斯又进一步提出了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对待这4条准则会采取的4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遵守这种态度没什么好说的。那第2种态度呢，就是不引人注意的违反也就是不遵守准则，而且呢尽量不引人注意也就是不希望对方发现自己违反准则了。那第3种态度呢，是公然的违反也就是你不遵守准则，但明显是故意的你预期到对方能够意识到你违反准则了。那第4种态度就是放弃就是拒绝参与对话，掏出手机打王者了或者你可以回答一句无可奉告然后什么都不说这就是放弃对话了。好，介绍完合作原则的4条具体的准则，以及介绍完人们对待这4条准则的4种态度，那什么是说谎的定义就呼之欲出啦。说谎就是一个人故意的对4条准则中的至少1条采取的第2种态度也就是不引人注意的违反。这个对说谎的定义非常简洁但也非常有解释力。它有2个构成要件：第一，说话人故意采取的第2种态度，不引人注意的违反；第二，违反的对象可以是任意一条准则并不局限于狭义说谎的质量准则而这2个要件分别解决了开题时候我们说的说谎是故意说假话这个朴素定义所面临的2个最大的 bug。第一，格莱斯的这个对谎言的定义呢，解决了为什么故意说假话未必是说谎的问题比如说我要笑死了我要吃土了，这并没有说真话，是故意陈述了与事实不符的命题，违反了质量准则。但是呢，这个说话人并没有采取不引人注意的违反这种态度而是一种公然的违反，所以判定为没有说谎，对吧？你说我要笑死了的时候是预期到对方是能够 get 到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那否则的话，你刚跟你朋友说我要笑死了，你朋友立马打起电话给你拨打120，给你叫急救车了。而说谎的时候呢，显然并非如此你采取的是第2种态度，你是不希望别人发现你对准则的违反的比如说你跟父母说我在北京过得挺好的这句话的时候你违反了质量准则，你过得并不好，而且呢，你显然不希望父母发现你过得并不好嘛，所以判定为说谎。
格莱斯对谎言的定义呢，也解决了为什么说真话也可以是说谎的问题啊。比如说，领导让你对他提批评意见啊，你说领导做的葱烧海参盐放的有点多，你确实说了真话，但是呢，违反了相关准则，对吧？说了和公司业务完全不相关的事儿，而且呢，你是偷偷的违反的，你不希望领导发现你其实是怕得罪领导而说了一个不相关的事儿，所以呢，判定为说谎。再比如呢，你相亲的时候说自己月薪不到10万，你确实说了真话，但你违反了数量准则，而且呢，你是不希望对方发现的，是不引人注意的违反，你是真的希望对方以为你的月薪是在8、9万这个区间的，所以判定为说谎。好，介绍完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的具体准则和具体态度，现在我们对如何测谎已经有了非常清晰明确的操作流程了。下回当有人跟你说一些看上去没毛病，但总感觉自己被套路的话，你就掏出格莱斯的4条准则和4种态度，看看对方是否对4条准则中的至少1条采取了第2种态度，你就能明确判断对方是否在说谎啦。好，介绍完格莱斯的测谎理论。这看起来这个理论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测谎仪吧？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批评。就这个理论在测谎的时候依然会出现 bug 我们举例子来说就比如说我写的那本名为《如何避免虚无》的新书不是快上市了吗？有些读者朋友呢就想要购买阅读，就发私信问我，夏老师，《如何避免虚无》这本书到底什么时候上架售卖啊？这个出版社给我的承诺是会在12月1日上架，但是呢，我对出版社的出版进度持悲观态度。基于我从出版社那里获得的一些证据让我产生的出版大概会延期20天的信念所以呢，我就干脆直接私信回复读者说要到12月20日才能上架。请问我说谎了吗？按照格莱斯的测谎理论我说要到12月20日才能上架，这遵循了质量准则因为我自己也真的相信出版社给我承诺的日期很可能要往后延期20天但是呢，我违反了数量准则，就是没说够，而且呢，我确实也是偷偷的违反的，对吧？我也不想跟读者明着说虽然这个出版社承诺的是12月1日，但是你要知道出版一本书要经过什么3审3校、印刷物流以及出版社之前有一次在校对的流程上就出了岔子等等等等我懒得说的那么复杂，我认为读者也没必要知道这些，所以呢，我就直接故意往晚了说，这本书在12月20日能够上架，对吧？我偷偷的违反了数量准则，请问我说谎了吗？按照格莱斯的理论我确实就是说谎了，但是呢，这就很不符合我们的直觉。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说这种情况我就并没有说谎所以呢，格莱斯的这个理论还是有 bug 的。批评者指出格莱斯的理论会遭遇到 bug 的症结在于就是准则太多了嘛，有4条准则，就是为了保障可操作性和可证伪性提出了4条准则，因此呢，就难免会出现准则之间互相打架的情况就比如说刚刚那个新书上架的例子就是数量准则和质量准则之间打架了嘛。因此呢，为了修复格莱斯的测谎理论的这个 bug接下来要介绍的关联性理论就是对格莱斯的理论的一个精简优化版。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关联性理论。英国语言学家蒂尔德利·威尔逊和法国认知科学家、人类学家斯佩尔伯共同提出的这个关联性理论呢，是对格莱斯的测谎理论的一个升级所以两者的底层思想还是相通的嘛就是合作原则就是好好说话，不要故弄玄虚，否则对话将无法进行。但是呢，这个格莱斯的测谎理论呢被有些批评者认为准则太多搞得太复杂，这就会出现彼此之间互相打架的 bug。因此呢，威尔逊和斯佩尔伯对格莱斯的测谎理论的升级就体现在对格莱斯的4条准则进行了简化，把4条准则压缩成了1条准则，那就是关联性原则。而这个关联性原则就是说每一个明显的刺激都传达了对自身最佳相关性的一个预设这个定义也属于哲学家不好好说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格莱斯提出的这个合作原则不是要我们都好好说话吗？那怎么具体实现好好说话呢？那就是别扯不相关的，也就是说不要跨服聊天。你得该走哪儿大日先抢，我是说你该走哪个道？走春华大道。这个不要跨服聊天，就是说对话双方说的事儿是同一个语境中最相关的一件事儿用北京话说就是别我说前门楼子，您说胯骨轴子，对不对？只有遵循了关联性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才是有效的咱举例子来说比如说我问你外面下雨没你看了一眼窗外，回答说有人撑伞了。
那我对你回复的有人撑伞了这句话可能有多种解读啊，比如说有3种解读：第一，外面下雨了；第二，外面太阳大到得撑伞；第三，外面有一个人有撑伞的癖好，对吧？字面意思上，这3种呢都可以是对你说的这句有人撑伞了的解读，都没毛病，对不对？但是在我刚刚和你对话的语境中，哪个解读才是正确的呢？那显然是第一种解读啊！你说有人撑伞的，就是指外面下雨了呀，这就是最具有关联性的一种解读啊。我们遵循关联性原则进行对话交流，是因为我们正常人都这么说话啊，否则大家都跨服聊天的话，那人与人之间就没法交流了，对不对？在威尔逊和斯皮尔伯看来啊，人们之间在语言交流层面遵循关联性原则啊，是基于一个更为底层的人的认知层面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认知相关性原则。也就是说呢，人类的认知倾向于追求相关性的最大化啊，这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说啊，这么多年的自然进化，那自然选择给我们塑造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呢，就要讲求个认知效率嘛，讲求个用最小的算力实现最大的认知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呢，这里说的关联性呢，指的就是说我们的脑筋啊，不要浪费算力处理无关信息。举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我现在想知道外面有没有下雨，那我拉开窗帘之后就会去看路人有没有撑伞，对不对？而不是看楼下停的共享单车是绿色的还是黄色的。那这就最大化了我的认知的关联性。那既然我们在认知的层面是遵循关联性原则，那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延续这个倾向。我问你外面有没有下雨，你说有人撑伞呢，那我就可以很自然的推定关联性最强的一种解释，那就是外面下雨了，而不是外面太阳太晒了。好，介绍完关联性原则，我们现在就可以运用这个原则来测谎了啊。按照关联性原则，谎言是指什么呢？谎言就是指在对话过程中故意违反关联性原则，并且不希望被发现。也就是说呢，谎言之所以是谎言就在于它违背这种基于自然认知倾向的关联性原则，存心用一种和人的自然认知拧巴着来的方式说话，来浪费你的算力。换句话说呢，谎言就是存心套路你，把你绕进去，用复杂且低效的语言让追求简洁高效的你产生误解，产生认知错误。用俗话说就是被耍了嘛。比如说，为什么月薪3000说自己工资不到10万是一种谎言呢？是因为人的自然认知遵从关联性最大化的原则，追求最高的认知收益，因此就会认为不到10万传达的关联性最强的一种意思，也就是离10万不远嘛，就是大概8、9万的样子。那为什么克林顿说自己没有发生性关系是一种谎言呢？那依然是因为人的自然认知遵从关联性最大化的原则嘛。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关心克林顿和莱文斯基女士的性关系问题，那对他的话最合理的解读就是在大家关心的意义上有没有发生性关系，而不是此时此刻有没有发生性关系。这个基于关联性原则的这个测谎理论呢，也就继承了关联理论的总体气质，那就是简洁、简洁再简洁。因此呢，也就解决了之前格莱斯的测谎理论遭遇到的 bug 也就是这个理论太复杂，彼此之间会出现互相打架的情况，而关联性原则就修补了这样的 bug。回到这个新书上架日期的例子出版社告诉我的新书《如何避免虚无》将在12月1日上架。但我对此表示悲观，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我告诉读者，书要到12月20日才会上架。请问我说谎了吗？按照这个格莱斯的理论我遵循了质量原则，但是呢，却悄悄违反了数量原则，因此是说谎。但这一测谎结果就很不符合我们的直觉，因此呢，就是有 bug 的。但是呢，基于关联性原则的测谎仪就能解释得通。就是为什么这不是谎言呢？因为我没有故意用不同于人的自然认知倾向的方式说话，我这样直接把上架日期往晚了说，反而还给读者提升了认知效率呢，还节省了读者的算力呢，对吧？就是对解决对方认知需求没有价值的不相关的信息不要说也就是出版社非常复杂的出版流程，以及我从出版社那里获得的一些证据，让我产生了出版社会有延期的这个信念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读者不需要知道。按照人的自然认知倾向呢，读者只需要知道到底哪天上架能买到这本书就够了，所以呢，我就直接说12月20日上架就够了，这样就并不算是说谎。好，介绍完基于关联性原则的测谎理论，我们再说说学者对它的批评就是这个理论呢，是对格莱斯理论的一个升级版。那个升级的方法呢，就是做简化。但是问题来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做完简化以后这个理论内部是不会彼此打架了，也就是提升了理论的一致性，但是却牺牲掉了理论的可证伪性。
这个所谓的可证伪性呢，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用来检验一种理论是不是好的科学理论的标准啊。简单说也就是能够被经验观察或者实验所反驳的理论才是好的科学理论，一种怎么着都不可能被经验所证伪的理论就不是好的科学理论。就这种万能理论呢，就有点像这个星座学啊，你怎么说它都能圆回来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星座的人心思细腻，但是谁不自我感觉心思细腻呢？或者说你那个星座的人下个月会交好运，结果你下个月出门就丢了100块钱啊！占星大师就解释说你本来会丢1万块钱的哦，但是由于你交了好运，你只丢了100块钱而已。好，了解了可证伪性这个标准以后啊，那么作为一种测谎理论的理论呢，它当然也应当具有可证伪性啊。但是呢，这个关联性理论里面说的这个关联性啊，就不太好证伪，这太主观灵活了。那啥叫最为相关联的解读呢？这就有点缺乏操作标准了啊。比如说，如果有人说今天外面真冷啊，你听了这句话觉得最为关联的意思就是对方要让你关窗户或者让你多穿点衣服，但是你怎么敢确定这句话就不是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呢？对吧？我们从小做阅读理解题长大的中国人最喜欢揣摩微言大义了。你以为领导说的一句今天外面真冷啊，仅仅就是只要关窗户或者多穿衣服吗？你怎么就没能听出领导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最近市场遭遇寒冬，我们公司应当裁员减薪呢？总之呢，对关联性理论的主要批评就是缺乏可证伪性，不好实际操作。对此呢，接下来要出场的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会说那这个关联性理论那当然不好操作喽，因为你们的这个理论所基于的语言哲学就是错的。你们把人类语言这么复杂生动的现象这么从理论上分析来分析去企图搞成数学公式一样。但是人类的语言哪能这么分析的呢？语言哲学不是这么搞的。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陈述命题的，语言是一种行为。好，接下来有请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出场。在这里插播一段会议说明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呢，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那有人就问夏先生，那你关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别总做个不粘锅，没一点个人观点啊。如果想了解我对于这些问题的个人观点呢，欢迎扫码加我的个人微信，我就会把我对本期大问题的个人看法发个朋友圈和你探讨交流，并且呢，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平日里个人的思考和心得分享一些我不好意思在平台上说的话算是我的个人专栏吧。好，会议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是日常语言学派这么一个语言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样的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奥斯汀的语言哲学，然后从他的语言哲学里面就能推演出他的测谎理论啦。奥斯汀的语言哲学的一个招牌理论呢，就如他写的一本影响巨大的书的书名叫做《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奥斯汀认为呢，我们平时说的话根本就不是能够被哲学家当作命题来分析的。我们平时说的话的重点不在于陈述命题，而在于用语言来做事儿。言语就是行为用奥斯汀的话说，我们说话是为了做事儿。To say something is to do something。我们说的话都是为了完成一种行为，比如说命名、请求、询问、感慨、许诺、警告、感谢等等这样的行为我说这里好冷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在请求你关下门窗或者打开地暖我说哇你真好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在完成感谢你这个行为我说天哪是我太愚蠢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在完成道歉这个行为我说下次一定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在许诺下次我会为博主的视频点赞的承诺，对不对？总之呢，在奥斯汀看来无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上的语言都是在做某件事儿。因此呢，传统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里面，语言这个概念呢，到了奥斯汀这里就成了言语行为 （speech act）。语言就是一种行为。那既然语言就是一种行为的话，那就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我们当然就不能说一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因为语言是行为嘛，一个行为就谈不上是真是假嘛。我们会说一个行为应不应该、合不合适奥斯汀这里用的词是 facilitas 我们姑且翻译成恰当的。如果一个言语行为违反了言语行为的规则呢我们也谈不上它是假的我们会说它是不恰当的 infacilitas。因此呢，对于什么是谎言的分析，就从对语句的意义的分析呢，就转向了对言语行为的恰当性的分析。而谎言呢，就是一种不恰当的言语行为。
那不恰当的言语行为分为哪几种呢？奥斯汀认为啊，不恰当的言语行为分为2种，一种呢是对言语行为的误用 misfire， 另一种呢是对言语行为的滥用 abuse 啊。我们先说误用啊。对言语行为的误用呢，就是指言语行为由于某种程序上的或者惯例上的错误啊，造成行为未能有效的执行。也就是说呢，这个言语行为在形式上或者程序上出了问题啊。举例子来说啊，一名游客站在泰山前说：“我现在将这座山命名为快乐星球。”但是呢，这个泰山叫什么名字啊？你说了不算啊。那么这个命名的行为啊，它就无法生效，这就是对言语行为的误用啊。再比如呢，一名员工对公司老板说：“你被解雇了。”对吧？这个员工没有解雇老板的权利，那这个言语行为就无法生效。好，说完对言语行为的误用啊，我们现在再来看对言语行为的滥用 abuse。这个滥用就是指啊，言语行为在形式上和程序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没有被误用。但是呢，这个执行者呢缺乏真实的意图来完成该言语行为啊。这个滥用还可以进一步分成2种情况啊，一种是说话者在进行某个言语行为时，内心并不具备相应的心理状态啊，包括相应的情感、意图或者信念。比如说呢，当你说对不起的时候啊，你是在完成一个致歉的行为，但是呢，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内心并没有感到任何歉意，甚至还有点想笑，对不对？那你就是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滥用。再比如呢，你在竞选中落败啊，你对获胜者说祝贺你当选，但是呢，你的内心啊并没有替对方感到高兴啊，而是充满了嫉妒和怨恨，那你也是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滥用。好，这是第一种滥用的情况啊。那第2种滥用的情况就是啊，说话者在进行某个言语行为之后，他未能按照言语行为的要求去行事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未能履行诺言。比如说呢，你在竞选中承诺啊，我当选以后一定降低税收，但是呢，你当选以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啊，这就是对言语行为的滥用。那再比如呢，你打出弹幕评论下次一定，结果你下次收看我的视频的时候依然没有点赞，你也是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滥用。好，说到这里呢，想必你已经看出奥斯汀对什么是谎言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谎言啊，就是对言语行为的滥用啊，包括第1种滥用，也包括第2种滥用啊，这就是在奥斯汀看来对谎言的定义。就比如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啊，你道歉的时候内心并不感到歉意，这是说谎；你祝贺的时候内心并不替对方高兴，这也是说谎；你承诺当选以后减税但未能兑现，这是说谎；你承诺下次一定却依然白嫖视频，这也是说谎。总之呢，按照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呢，说谎就是对言语行为的滥用，而滥用呢，指的就是你在进行言语行为的时候啊，内心的信念与你进行的言语行为并不一致啊。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说谎啊，就是你心里面想的和嘴上说的并不一致，说谎就是心口不一。好，介绍完奥斯汀的测谎理论啊，最后再说一说其他学者对他的批评啊。对奥斯汀测谎理论的批评呢，其实也正是对日常语言学派的批评啊，这是他们根子里面就有的毛病啊，那就是这套理论啊太不理论了。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日常语言学派啊，讲求回归日常语言啊，通过考察语言的实际用法来解决哲学问题，对吧？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也有个说法，叫做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啊。在奥斯汀的语境中，就是说啊，语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一种行为啊，都讲求要回归日常，拒绝过度理论化的哲学讨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语言实践。但是问题是，你总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就是没有普遍的理论可供参考啊。那你搞的这个哲学还是一门学吗？要知道啊，任何理论和学问都必然包含抽象性和普遍性。你总说注重实践，那也没什么道理好讲的嘛。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谈到了日常对话中对言语行为不要滥用啊，要保持心口一致。那就得说话者确实对嘴上说的具有相信这种心理状态，对不对？可是什么叫相信呢？能抽象而精确的定义吗？这个日常语言学派往往根本不在乎对这些概念做出抽象的定义这些问题他们认为诉诸我们对语言的日常直觉就行了。相信是一种朴素的大家都懂是什么意思的心理状态，无需定义。而对批评者来说那这样的研究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还是哲学，就变得有些可疑了。那如果这个也诉诸日常，那个也诉诸日常，那还要你们哲学家干什么？好，介绍完奥斯汀的测谎理论及其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什么是谎言大问题研讨会的会议总结。
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探讨了什么是谎言这么一个问题啊。总结一下，格莱斯提出的测谎理论认为，说谎就是故意违背合作原则的4条准则中的至少1条，并且希望不被发现。威尔逊和斯皮尔伯提出的关联性理论认为，说谎是故意违反关联性原则，并希望不被发现，也就是故意夸父聊天。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说谎是对言语行为的滥用啊，用大白话说就是心口不一，心里面想的和嘴上说的并不一致。今天介绍的这3种测谎理论，你认为哪一种更能全面定义谎言呢？或者有没有你认为更好的关于谎言的定义？看到最后啊，你或许会觉得就是你们这帮哲学家可真够无聊啊，非得给谎言这种在生活中特别丰富和复杂的现象来给出个像数学公式一样的定义。或许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对生活的过度简化，但是呢，不得不说哲学始终会保留着这种给纷繁芜杂、万物流变的世界做出理论化解释的这种知识冲动。或许这就是哲学吧。好，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本期大问题的研讨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